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到底有何区别？一句话总结就是它们的整流回路不同。有刷电机是机械式整流回路，而无刷电机是电子式整流回路。怎么理解这句话，以及这句话背后给无刷和有刷电机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咱们今天就来简单了解一下。电机的底层工作原理是利用电流产生的磁力来吸引或者是排斥磁铁，从而推动电机内部的部件如转子的转动，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运动。所以不管是无刷还是有刷，其主要的结构一定是由定子和转子组成的。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定子负责定阻，转子负责转动。但转子凭什么转呢？因为有磁力的吸引或者是排斥嘛。这就引出了电机里面很有趣的一样东西。由于转子一直都是在旋转的，所以拉动或者推动它的磁力方向也一直都在改变。原本靠一极相吸拉过来的转子，马上就得变成用同极相斥来给它推走啊！怎么才能够快速改变磁铁的磁极呢？用磁铁暂时改不了，但电磁铁太容易了啊！只要切换线圈当中的电流方向就好了。于是有刷电机当中的电刷和整流子，或者叫做换向器，就应运而生了。有刷电机的定子通常是由永磁铁组成，转子则由线圈绕之而成。当电流通过转子线圈时，产生的电磁力推动转子转动，电流通过电刷和换向器进入线圈，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点随着转子转动不断切换，改变线圈当中的电流的方向，从而维持转子的持续旋转。电刷是导电的石墨或金属，换向器是装在转子上的圆柱体，二者通过物理接触改变电流方向。这个物理接触很关键啊，因为它为有刷电机带来了以下这些缺点：第一，磨损，电刷和换向器会随着时间磨损，需要定期维护或者更换；第二，效率较低，因为电刷和换向器的摩擦能量损失较大嘛；第三，电磁干扰，电刷的摩擦会产生火花，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第四，噪音，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会产生噪音，但是与之相对的，它也具备了控制成本和维护方面的优势。它控制简单，无需复杂的控制器就能够轻松实现转速和转矩的控制。它结构简单，制造成本较低，它易于拆解维修。电刷和换向器磨损之后呢，也能够轻松的更换。好，那无刷电机是怎么做到无刷还能够切换电流方向的呢？原来它靠的是电子换向器。跟有刷电机不同啊，无刷电机的永磁体是装在转子上面的，定子上面才是绕着线圈的。它们通常是由6个线圈两分组，成为 A、B、C 3组线圈的。当定子线圈按一定顺序通电时，产生的旋转磁场驱动的转子旋转，电子换向器不断改变线圈当中的电流方向，确保转子的持续旋转。所以说无刷电机当中的电子换向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件，它呢其实是一种磁场感应器，通常是由霍尔传感器和霍尔 IC 组成的。霍尔传感器利用霍尔效应，即当电流通过导体或半导体并置于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当中时，在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之间会产生一个横向的电场的现象，来测量磁场的强度、方向或者变化，于是便能捕捉到适当转换电流方向的时机。而霍尔 IC 则可以将霍尔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放大，两者共同组成一体化的磁场感应器，帮助无刷电机持续稳定高速的运转。由于没有了需要物理接触的电刷，无刷电机因此就具备了以下优点：寿命长、效率高、重量轻、噪音低、性能高、更高的转速、更精准的控制以及更好的响应速度。但是缺点也随之而来啊！由于需要复杂的控制器，所以制造成本高；由于需要专业的驱动器和控制算法，于是系统复杂性变高了。由于系统更复杂了，所以如果损坏，维修就更为困难，往往需要专业设备的介入。所以是怎么说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嘛，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好的选择。有刷和无刷电机在合适的地方都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性能。比方说 RC， 有的 RC 里面装的是有刷，有的 RC 里面装的是无刷。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一定都是厂家在权衡之后做出的最佳方案，所以性能表现都是很惊艳啊。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像我这边很多入门级的 RC 里面呢，装的基本上都是有刷电机，他们不是厂家为了省成本啊，而是为了对新手更友好。对新手而言，有刷电机的遥控车更简单，价格更低，所以学习成本就更低。新手可以用较少的投资来学习遥控车的基本操作和维护。同时啊，有刷电机结构简单，新手容易理解其工作原理，这样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就能够进行简单的维护了，比如更换电刷，新的技能轻松接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控制难度小。由于有刷电机的控制更为简单啊，初学者更容易掌握操控的技巧，不需要过多去关注复杂的设置或者调教，可以避免大量的
翻车和撞车事故不容易让你的 RC 一个筋斗云直接翻到7天去了。这个是泰坦尼克号的一个 Q 版模型，虽然是 Q 版的，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细节方面呢，它也是表现得相当准确的。比方说这个船尾的螺旋桨了，可以看到啊，泰坦尼克号上面有3个螺旋桨，左右各一个，分别带着3个叶片，中间呢还有一个，直径略微小一点，但是却有着4个叶片。对比这些当时拍下来的照片啊，你不得不肯定啊，这玩具设计师在考证方面做的还真是不错哎。唯一的遗憾就是他考证错了，这些显示了螺旋桨细节的历史照片根本就不是属于泰坦尼克号的，而是它的姊妹舰奥林匹克号。从来就没有一张泰坦尼克号的螺旋桨的照片被留下来，也没有任何一次的打捞与海底探险能够证明它的中央螺旋桨是不是也是4个叶片的。既然这样，人们就只好认为它一定跟它的2个姊妹奥林匹克和不列颠尼克一样，中央螺旋桨是一个4个叶片的螺旋桨了。但是有人在仔细的翻找了当年的各种资料，包括建造商哈兰沃尔夫船厂的日志、总设计师安德鲁斯的笔记之后呢，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泰坦尼克号的中央螺旋桨上其实只有3个叶片。重要依据是这张显示了3艘奥林匹克级班轮螺旋桨规格的表格。你看这儿，1912年1月，泰坦尼克中央螺旋桨3个。之后就从来没有变过了，当然也铁定变不了了，因为其处女秀呢就变成了大结局了。倒是奥林匹克号啊，其中央螺旋桨总是在4个、3个又4个之间换来换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它在寻找什么呢？为什么泰坦尼克要用3个叶片的中央螺旋桨？这螺旋桨叶片数的多少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稍微了解一下。螺旋桨之所以能够把船推着往前跑呢，其实背后有着2个理论的支撑了，一个是牛顿第3定律，另外一个是伯努利效应。先说牛顿第3定律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螺旋桨做的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将水往后推，从而获得一个把船往前推的反作用力。这件事情早在阿基米德发明他的螺旋泵的时候呢，就在这么干了。虽然他一开始推的不是水，而是谷物，后来人们发现，它也能够推水啊。再后来人们又发现，要是把它整个放到水里面呢，它竟然还能够推船呀。再后来，人们又发现，我不用把整根螺旋泵都装在船尾，只需要装1节就可以了。而且不仅可以，反而它还能够把船推得更快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阻力减小了嘛。好，于是人们呢就开始进一步琢磨了，还有啥改进的空间能够让这个螺旋桨把船推得更快呢？很快的，人们就发现啊，边缘更加倾斜的螺旋桨比边缘较为平缓的螺旋桨要更加的给力。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呢叫做桨距，也就是在一个360度的旋转周期里面，螺旋桨叶尖边缘能够在轴向上所前进的距离了。叶片越倾斜，轴距越大，在同一时间里面能推过的水越多，自然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力了，带来更大的推力。那好，是不是轴距越大就越好呢？也不是啊。我们来考虑一个最为极端的情况，叶片倾斜来几乎躺下了。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不是在往后推水了，而是在将水往四周垂直的地方甩嘛，就形成了涡流，效率就大降了。这一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螺旋桨上面呢，我们将要面临的第一个妥协就是恰当的桨距，既要大到能够推动足够多的水，产生足够的推力，又不能大得过分，从而将能量做了无用功嘛。好，另外一个为螺旋桨做出贡献的就是伯努利效应了。这是一个流体力学上非常重要的理论。飞机之所以能够飞得起来呢，本质上也是靠它的。简而言之对于某一个表面流过它的流体速度越快的时候呢，带给它的压力也就越小。反之流速越慢，则压力越大。飞机通过机翼的翼形和弓角在机翼的上下表面来制造出压力差，从而获得了升力。而船用螺旋桨呢，也通过其叶片特殊的曲率变化设计，在其前后制造出了压力差，从而能够源源不断地将水从螺旋桨前面的低压区吸入到后面的高压区，在高速喷出之后呢，来制造出反作用力。好，那么叶片多少又跟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啦。假如说叶片很少，我们又极端一点只用1个叶片来说，为了能够让它产生足够的推力，就需要让它在相同的时间里面推动更多的水，对不对？那这就意味着这个1个叶片的螺旋桨必须要旋转得更快才行嘛，有点像是开车时只用1档
阻力那当然是很小了。但是即使你把发动机的转速用到尽，它也是跑不快的，是不是？反而呢还很伤车嘛。一个叶片的螺旋桨也是这样啊，很快就顶到了转速的极限，再快也快不起来了。另外，转速过快之后啊，它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空泡。我们都知道，水的沸腾温度呢是跟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小，则沸腾所需要的温度就越低，而转速过快，则螺旋桨前面的压力就越小呀。这里的海水呢就很容易沸腾蒸发嘛，从而冒出许多的气泡。等这些气泡被带到压力稍高的地方之后，它们就会破裂炸开，释放出大量的能量，破坏螺旋桨的材料。哎呀，这是个相当大的麻烦啊！所以叶片太少肯定是不行的，那就加呗。那加几个合适呢？我们先来看看加了叶片之后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吧。好处一，多一个叶片就等于多了一只推水的手嘛。原本需要更快的转速才能够达到的推力，现在转得慢一点也能够实现了。既然转得慢了，那空泡现象也得到了改善了，这是好处二。既然转慢了，那对整个动力系统的负荷也就降低了，这是好处三。还有好处四啊。震动更小，因为由叶片甩动的水每撞到船身上呢，都会带来震动。叶片越多，各自分得的力量就越小，甩动的水也越弱，自然就制造不出那么大的动静了嘛。好处差不多就这些啊。再来看坏处，首先就是效率低啊。当叶片分布较密时呢，后一片叶片就总是会经过被前一片叶片扰乱的还没有来得及恢复的水域，等于就是使不上足够的劲了，因此效率就降低了。这点在叶片数较低的螺旋桨上呢，恰好是相反的。第二，叶片数越多啊，同样功率的船呢，最高速度就越低。由于拥有更多的叶片，就意味着提供了更高的推力，这反过来，它对发动机提供的力呢，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了嘛。注意牛三是怎么说的啊？方向相反，力量相同。于是，同样功率的发动机就无法使这样的螺旋桨呢转得更快了，因此最高速度就受到了限制，变得比更少叶片的螺旋桨更低了。当然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啊，桨叶多了，阻力当然也就大了嘛，带来了更大的损耗了。所以桨叶数量的多少呢，主要还是看你要的是什么。比如潜艇，是要的是隐蔽嘛，那就多叶片慢转速呗，更加的安静，更加的持久，效率啥的从来就不在军用设备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嘛。但是，比如泰坦尼克号要的就是效率啦，要的就是更快的把乘客送到大西洋的对岸啦。毕竟人家白星航运买它不就是为了少花钱多赚钱吗？提高效率，哪怕是由增加震动所换来的，也是值得的。所以3片叶片或许更加适合。只是奥林匹克号呢就比较纠结了，换来换去的是既想省钱又舍不得牺牲舒适性啊。自从上次我把这架玩具无人机折腾的只能离地几毫米之后呢，我就在想，干脆咱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气垫船得了，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个精彩的视频呢。这不它来了。总体上看起来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地方原本是园区准备建来做个景观的，里面应该会有浅浅的水才对，结果烂尾了，只剩下一片凹凸不平的大理石地面。完美，也不太完美。完美在于啊，它有效地证明了我的这个气垫船呢，跟真的气垫船是一样的，不怎么挑地形嘛，是越崎岖越敢上啊。不仅在坡坡坎坎的大理石板子上开得飞快，在我的工作室毛糙的地毯上呢，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存在感，有意思啊。但不完美在于它这儿没有水，对不对？气垫船当然也应该在水面上开得飞快才对啊。我想起来了，园区里面是有水的啊，比如这儿，咱试试啊。是你个鬼啊！逗你们玩的啊！我这个连电路板都是在裸奔的小玩意儿，怎么能见水呢？让它这么快就变成一次性的，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回去喽。当然，真正的气垫船在水上飙起来，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1968年至2000年期间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巨型气垫船 SR-N4 了。最多的时候呢，它能够装载60辆汽车和418名乘客，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跨越海峡，比传统的渡轮节约了整整1个小时啊，被称为是海上的协和式。也许吧，就是这个名字把它给叫错了，它还真就跟协和式一样，最终落得了个淘汰出局的命运嘛。其实原理上，气垫船并不复杂，就是通过螺旋桨或者是涡轮将空气推到船身的下方，利用空气的压力将船身托起来，使其离开地面，或者是水面，或者是沙面，或者是沼泽面，总之吧，各种的面啊。于是摩擦力减小，就能够在后向吹气的螺旋桨的推动之下呢，快速的往前运动了。
正是由于它摩擦力很小，所以它通常都能够获得更高的速度。看起来呢，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交通工具啊。可为什么在运行了30多年以后，海上协和式 SR-N4 还是最终退役了呢？这简直就没法说了啊！原因居然也跟协和式如出一辙。首先是运营贵，连着这4个巨大螺旋桨的发动机，每小时要吃掉大约3800升的航空燃油。这是在油价低的时候呢，还能够勉强过得去。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油价飙升之后呢，它每开一次几乎都是入不敷出了。另外，它维护起来也是相当的不便宜啊。比方说这4周的一圈的裙子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气垫船都要加裙子呢？因为它可以大幅提高气垫船的悬浮高度嘛，是气垫船上最重要的2大发明之一。现代气垫船是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夫·科克雷尔发明的。一开始，他指望的是英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在他的发明身上呢看到那几乎无限的军用可能。结果，军方只兴奋了一阵子，做完一个模型之后呢，就很快转移到了别的爱好上面去了。没有得到足够资助的科克雷尔转身找到了桑德斯罗，后者制造了一些相当有名的水上飞机。结果8个月以后第一艘全尺寸的气垫船SR-N1 就诞生了。虽然它看上去跟一个放大版的悬浮光盘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却为所有的气垫船带来了2个重要的技术。第一个是将空气从4周吹向中间，而不是从中间将空气吹向4周，因为后者更容易让空气从4周溢出嘛。前者相比起来呢，则会将更多的空气聚集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不仅能够相应地减小发动机的尺寸还能够把气垫船托举得更高从而获得更好的通过能力。此时它已经能够离地23厘米了，但是也是最大的23厘米。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大概也不敢开到海面上去的吧？怎么办呢？这就来到了第2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了，加围裙嘛。一种围绕着悬浮表面的柔性材料，以便将更多的空气装在里面。于是 SR-N1 的最高悬浮高度一下子呢就攀到了超过1米的水平了。漂亮。回到 SR-N4 在围裙的加持之下呢，它能够在海浪达到2.5米的情况下依然畅行无阻，对付大部分的天气呢够用了。但是代价高昂柔软的围裙极易损坏，几乎每运行一次呢都需要很多的维护和修补才行。这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又都花出去了，实在是很难平衡再加上烂天气，海浪远高于2.5米，它只好就被困在港口，出行的稳定性呢就无法得到保证了。安全性，一次导致4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和数次有惊无险的小毛小病，也让人们对它的兴趣呢就越来越淡了。直到最后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免税店取消了。其实到了后期，运营公司靠卖船票已经是完全收不回成本了但好在大家都喜欢购物嘛，卖免税品依然能够创造不错的收入勉强还能够维持得下去。这下你连货都不让人带了，那人家就只能断根了嘛。于是巨型气垫船拜拜。其实也不用拜拜民用的大型没有了，军用的依然存在比如美国的 LCAC 能够载1辆主战坦克，比如俄罗斯的 Zubr更大更厉害，能够载3辆坦克。他们作为2栖登陆的利器，几乎无法被替代当然，民用救援以及一些特殊应用的气垫船呢，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最偏僻、最恶劣的环境中飞驰着。比如破冰，跟破冰船通过将自己勺子状的加固船首压上冰面，再利用自身重量从上往下破冰不同，破冰气垫船主要靠的是自然的力量。压入气垫船船底的空气在离开气垫船之后呢，会在水里面产生尾流，而这些尾流在冰面以下传播时，就形成了波浪。波浪会将冰面往上面顶，从而让一整块被顶起来的巨大冰面 hold 不住自身的重力，破碎散开了，以此来完成了破冰的工作。是不是又学到了？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点赞、评论、关注，赶紧3连吧！我左右手呢各有一辆坦克模型，熟悉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左手是一辆德国的豹2 A5，右手呢是一辆英国的挑战者2。尽管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主战坦克，但它们用的主炮却截然不同。豹2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的坦克上装着的是一门滑膛炮，但挑战者2呢，装着的却是一门线膛炮。
非常传统啊，是自打人类发明步枪以来就一直在用的枪管和炮管了。它的明显特征是在炮管的内壁上刻有一圈这样的螺旋形的膛线，能够使穿过其中的炮弹与其结合，从而被动的快速旋转起来，达到稳定飞行的目的，称之为旋转稳定。它跟陀螺效应是有关系的，具体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啊。总之，你看这枚旋转炮弹的慢镜头轨迹，那是相当的稳定，有没有啊？但如果不让炮弹旋转呢？比方说用不带膛线的滑膛炮来发射这样一枚炮弹，一出膛啊，就是肉眼可见的翻滚和扭曲了。这要是飞上一阵子，还有啥精度可言呢？所以理论上嘛，对于发射任何大小的实心弹丸，线膛炮都是更好的选择嘛。一开始啊，也的确是这样的。坦克从一战开始出现到二战变得不可取代，他们装着的可都是要精度的线膛炮。可是到了1960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就出现了啊！苏联人在他们的新款坦克 T-62上居然装了一门115毫米的滑膛炮。所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很快大家几乎就都换上了滑膛炮，而为什么只有英国还坚守传统至今呢？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弹药。一开始啊，坦克上使用的几乎只有一种炮弹，穿甲弹，简称 AP。本质上它就是一颗放大了的子弹而已，削尖了头的实心铁坨子，用蛮力硬生生地将对方的装甲给撕开，在内部输送伤害。后来为了增加伤害的输出，还出现了一种稍稍改进的版本，在弹头里面套一个空枪，往空枪里面呢装满炸药和引信，使其穿过装甲后还能炸开，算是附了一层黑啊。可装甲它也不是吃素的啊，你升级我不也能升级吗？随着盾越来越强，后来的 AP 就不吃香了。到了二战后期啊，想要再用 AP 弹去击穿像是虎2 IS-3这类重型坦克的装甲呢，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此时的坦克炮弹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去发展了：脱壳穿甲弹 APDS 和高爆破甲弹 HEAT。先来说 APDS 啊，它同样靠的是弹丸本身的动能去穿透装甲的，但是跟 AP 不同啊，后者的弹丸是整个弹头，而前者的弹丸呢只有中间的弹芯部分。因为归根结底啊，只有中间的弹芯才会参与到真正的穿甲的过程嘛。既然这样，干嘛不把多余的重量给减掉呢？炮弹在更轻之后呢，就能跑出更高的速度，从而获得更大的动能嘛。但是啊，如果穿甲弹只留着弹芯的部分的话，就太细，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粗速度了嘛。解决的办法是啊，还是用大口径的炮管，只不过呢，在弹芯周围套上一个正好跟炮管口径一致的衬套，等它打出炮管之后，再直接脱掉就可以了，算是穿甲弹的助推器吧。而且人们还发现啊，这根弹芯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毛果然是越来越像毛了。当然也有例外啊。另一个方向的 HEAT 破甲弹呢，需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所带来的动能了，它利用的是特殊的空心装药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来穿透装甲了。它也是如今反坦克火箭和导弹上常用的弹头啊。就是到了这波啊，线膛炮从香饽饽变成绊脚石了。对 APDS 和 HEAT 弹来说呢，它都是一个障碍。前者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啊？人们发现，这个穿甲弹用的弹芯啊，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但是当它太细，比方说长径比达到了6到7的时候呢，稳定它所需要的旋转速度呢，已经超过了线膛炮管所能够提供的极限了。于是你要是接着再用线膛炮，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天花板盖在了穿甲弹的头上了嘛。后者我也说过啊，它需要的是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但是你一旋转起来，这股射流不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开了吗？集中不到一个点上，自然破甲效果也大打折扣了。一个是转不了太快，另一个呢是转快了不行。这下麻烦了。要说人家苏联人还真的就是厉害啊，在想透了之后呢，他们端出了这个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既然线膛炮怎么都制造不出能够让穿甲弹稳定飞行的旋转速度，那好，我就干脆不让你转了，咱们换一个稳定的思路不就得了吗？学火箭用尾翼不一样能够让弹芯稳定吗？而且啊，速度还能够更快啊。膛线制造的旋转的确是可以让弹丸更加的稳定，但是它也是需要你额外的付出点代价的嘛。动能是会有所损失的。但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由于不需要跟炮管挤得那么紧，滑出去就行了嘛，损失的动能就更少了，就带来了更大的速度和更猛的穿甲效果。这妥妥的就是个杀器啊！别的坦克你不学吗？好了，
豹2就是第一个学习的西方坦克了。从诞生之初呢，就学苏联装上了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发射的也是不用旋转的尾翼稳定托克穿甲弹和 HIT 破甲弹了。其他坦克嘛，纷纷跟进，除了挑战者。直到2021年初，英国才宣布他们会在从挑战者2升级而来的挑战者3身上换装滑膛炮。这反应是不是也太迟缓了？其实吧，也不算。而且原因竟然也跟弹药有关，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发明的 HISH， 一款被称为高爆南瓜头的，在弹头里面装满了高能炸药的炮弹。当它撞上敌人的装甲之后呢，会在强烈的挤压之下，将内部大量的炸药撒到装甲的表面，自然他们是没办法穿透过去的，但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目的啊，只在装甲表面引发大面积的爆炸，然后靠穿过装甲的冲击波将坦克内壁震出一些碎块出来，再利用这些碎块呢来破坏或者是杀伤坦克内的无声与有声力量了。所以它可以利用旋转来稳定，而实际上呢，它还更加喜欢旋转起来呢。因为旋转起来之后呢，能够将炸药撒得更开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一直都捧着自己的线膛炮不换了，但现在咋换了呢？因为新装甲让 HISH 也不好用了吗？多层的复合装甲削弱了冲击波的传递效率，能穿得过去的波本身就少了，再加上现代装甲的内部呢，一般都加了像凯夫拉这样的防爆衬垫，即使能够炸出点碎片呢，也会被它们给兜住的，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好吧，还是向主流靠拢，改用滑膛炮吧。离子推进器和霍尔推进器是不是一个东西？严格上来说呢，不是，因为霍尔推进器只是离子推进器里面的一个子集而已。离子推进器啊，它的类型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霍尔推进器算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主流的叫做三格离子推进器，它们的作用原理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喷出高速运动的离子，靠反作用力来为卫星或者是其他航天器提供推力的。那它俩究竟是具体怎么工作的，各有什么样的优劣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先来说三格离子推进器啊，因为它出现的稍微早一些，在1960年代就被为 NASA 工作的物理学家哈罗德·考夫曼发明了出来，并且呢进行了一些早期的演示性的发射实验。它使用的推进剂呢是汞，也就是水银。水银原子或者是其他作为推进剂的多性气体原子呢，被注入到推进器中一个专门的腔室当中之后呢，会与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发生碰撞，从而被撞碎成为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当中的电子呢，继续留在腔室当中，参与到更多的碰撞，制造更多的等离子体。而离子本身呢，则向推进器后方的带电三格漂移。一般来说啊，这里至少有2层三格，带着不同的电，从而在之间呢形成了电场。里面的那个三格啊，有点像是一个筛网，只会将离子塞进去。等离子来到2层三格之间，就会在这里强大的电场的驱动下，向后面的那层三格快速的奔去，最终逃离推进器，进入到宇宙当中。当然，在推进器的外部啊，还有一个电子枪，它会射出电子来与这些离子结合，形成电中和的废气，由此产生反向的推力。好，那我们再看看霍尔推进器啊，它稍微比前者晚发明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先工作了20年啊。霍尔推进器是苏联人发明的，在1971年首次亮相呢，就是个正式员工了啊。它直接登上了一枚真正在太空当中运行的卫星，作为其轨道稳定器来使用。而西方呢，一直要等到1990年代才开始认真考虑起这件事情来。那霍尔推进器又是怎么工作的呢？其实它的结构啊，比三格离子推进器还要简单，基本上就是2个套在一起的，一边封闭一边开口的同心圆柱了。2个圆柱的中间呢是一个放电通道，也是推进剂被电离后加速离开推进器的通道了。在中央圆柱和周围圆环里面都埋进去了电磁铁，它们产生相互垂直的磁场，一个用来约束从阴极释放出来的电子，使其围绕着通道高速旋转，形成一片密集的电子云；另外一个用来形成电势场，将从底部输入的推进剂与电子云发生碰撞之后形成的离子加速后喷出，制造推力。与三个离子推进器不同啊，霍尔推进器由于在喷出离子时会主动拖上大量的电子自己来中和，因此废气的质量就会较大，速度较慢。相比起来呢，就是推力稍大，但是比冲较小了。
对了，我说的速度慢呢是相对的啊，它再慢也至少有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啊。而3格离子推进器的喷速就很夸张了，可以高达90公里每秒。虽然每个离子的质量很小，但你架不住它的比冲实在是高得惊人嘛。只要给它足够多的加速时间，它依然能够将航天器推出极高的速度来。这就来到了2款离子推进器的优缺点上面了。似乎拥有更高比冲的3格离子推进器会更好，是不是？毕竟咱们看发动机，很多时候就是看比冲嘛。但是啊，你得反过来看，它需要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喽？在离子推进器上呢，比冲基本上代表的就是排气速度，而排气速度意味着动能大小，但动能的大小其实是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所以更大的比冲，比如2倍的比冲，是用4倍的速度换来的。4倍的速度就意味着你需要为离子发动机提供4倍的电量才行啊！更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更复杂的供电系统，更重的航天器，所以真的值吗？也许做深空飞行有更多的加速时间是值得的，但是就在近地轨道机动，或者是出一个周期很短的任务，当然还是霍尔推进器更香啦。1941年9月8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地包围，由此啊，这座苏联第2大城市便开启了其长达872天的围城之苦。除了陆地上的围困呢，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空军也从空中对列宁格勒展开了大规模的轰炸。这座城市啊，摇摇欲坠。但是你万万想不到，就是在这个时候，12名勇士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超凡能力拯救了这座城市。听起来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剧情嘛，超级英雄拯救人类于邪恶力量之手。不过那是编剧编的啊，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真实发生的，而且这12名勇士一点也不超级，别说超级了，他们连正常人都算不上，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盲人。是的啊，是盲人拯救了列宁格勒，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画面上这个东西呢，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即使之前不知道呢，你看它的造型，猜也能猜个8九不离10了吧？它学术一点的名字叫做声音定位器，通俗一点的名字呢，则叫做战争大号。是在早期缺乏雷达的情况下，或者是雷达技术还不那么靠谱的时候呢，用来侦听敌方飞机的装置了。当然啊，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还没有飞机可以听啊，因为那会儿还是1战。法国人和英国人发明的这个玩意儿呢，是用来发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的。到了2战时期，虽然雷达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战争大号的地位呢，仍然是没有被撼动的。各个参战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听诊部队，使用五花八门的大号对着天空，不放过一丝的异样啊。当然，苏联也有自己的听诊部队，他们当然也在列宁格勒被围期间和雷达一起担任起了防空预警的重任。他们被称之为偷听者。一开始呢，是由特别挑选的具有卓越听力的士兵所组成的，他们会不断旋转这些大号，将自己的耳朵紧贴上去，尝试在里面听到强度均匀、特征明显的敌机的嗡嗡声。然后便立即警告其他同志。随后呢，众多探照灯的光束就会搜索天空，寻找目标，防空炮火呢也会进入到战斗状态。但是很不幸的是啊，第一批偷听者的努力成效呢并不理想啊。为什么呢？其实防空指挥部很快自己也反应了过来啊，因为探测敌机需要的不仅是卓越的听力，而是非凡的听力嘛。谁才有可能具备非凡听力呢？盲人嘛，因此到了1941年末，防空指挥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措，让盲人参与城市的防御。调查之后，他们发现啊，到了1942年初，列宁格勒城中只剩下300多名有视觉障碍的人士了，其中许多人呢是在专门的工作坊里面制作建筑物的伪装网，为军队制作手套，或者是为伤员制作拖鞋等等。其他人则通过音乐组合的表演来提高军人的士气。好，更重要的任务将要交到他们手上了。偷听者的选拔即刻开始，这将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选拔啊。首先，女性就没有被考虑，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巨大的体力和耐力啊。
30人通过了医学评估，其中20人接受了特殊的培训课程，最终挑选出了12名听力最为出色的男性，组成了偷听者，并部署到防空炮兵团。这些新上任的军队声学专家们呢，以前只是在为钢琴调音或者是演奏手风琴时表现出色，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最为艰巨的工作负荷，并且在持续数小时的轮班中发挥他们的特殊技艺。在城市受到炮弹袭击时，在火炮的轰鸣声中听出飞机的嗡嗡声。不用想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作啊！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作家和诗人塞缪尔·比托沃伊在他1974年的小说《列宁格勒叙事歌谣》中，生动地描述了盲人偷听者的英勇事迹。他们摘下耳盖帽，戴上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的皮头盔，斜靠在椅子上，将扩音管缓慢而警惕地转动着。空气中有各种各样的噪音形成了持续的喧嚣，不时的远处的机枪声、炮弹的呼啸声，或者是爆炸地雷的沉闷声混合在了一起。这种扫描空气的工作呢，通常会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夜。而在这所有的时间里面，扩音管必须要保持转动，偷听者们必须保持头部不动。比托沃伊写道，由于过度紧张，他们的太阳穴开始剧烈跳动，颈椎感到僵硬，监控天空需要难以置信的努力、专注和决心，因为可疑的声音随时可能会出现，非常艰苦，对不对？但是回报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这些视力受损的防御者立刻就展示出了他们巨大的效能，他们能够在敌方各种航空器接近前，很早呢就探测到他们的存在。也许在城市中看起来一切都还是很安静的时候，偷听者们就已经警告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了。他们可以辨认出逼近的德国飞机的类型和型号，有时还能够确定飞机编队的大致数量可以说比当时的雷达靠谱多了。在整个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呢，由于他们的贡献，成千上万的生命得到了拯救，数百个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他们也因此在1944年列宁格勒迎来最终的解围之后呢，获得了许多特殊的表彰。不过你知道故事的最后是怎么结尾的吗？在惩恶扬善之后，这些超级英雄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平民职业当中，引入尘烟，仿佛世外高人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是一个旋转爆震火箭发动机的模型，外壳呢被我切去了一半，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演示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了。当然事先我要特别声明一下，它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演示模型，跟真实的旋转爆震发动机呢肯定是千差万别的。因为我也没有见到过真的嘛，所以只是基于我对它的调研和理解来制作的。大家看着玩玩就行了，有错误呢就帮我指正，有资源的就可以帮我去联系真的看看去好，回到它的身上，所谓旋转爆震，指的是它跟普通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料的方式和燃烧燃料的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先来看普通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做的燃料和氧化剂呢会从发动机的顶部连续的喷出去，在燃烧室中混合，并由同样连续点火的点火器点燃燃烧。但点燃之后的火焰前锋必定会跟混合好的燃气前锋有一个错位。如果想要将这些燃气完全燃烧，则火焰前锋必须要追上这些燃气前锋才行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绝大部分的发动机里面的火焰前锋到最后呢都是追不上燃气前锋的，于是就会有一部分的燃料被白白的浪费掉了。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火焰前锋的速度低于1马赫时，此时的燃烧呢被叫做是爆燃。而只有当火焰前锋的速度更高，比如大于甚至是远大于1马赫时，它才有可能会追上燃气前锋，尽可能的使它们充分燃烧。而此时的燃烧呢就叫做爆轰了。当然人人都喜欢爆轰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燃料的效率嘛，起步至少就是个5%。5%好像不是那么高的样子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土星5号火箭第一级装满燃料之后的重量大约是2200吨，其中燃料的重量就有多少呢？2060吨占了整体质量的93%还要多。如果这个时候用上旋转爆震发动机，哪怕燃料效率只提高个5%，其质量就能减少大约103吨，活生生的就省出了好几枚猎鹰9号的干重夸不夸张但想要引发爆轰所需要的能量非常之大，而且至今人们对于它如何启动的底层逻辑还是没有掌握的有多么透彻的，只知道如果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的话，它自己就能把自己逼上
上极限了。比方说啊，用这样的又长又细的管子来作为燃烧器，在这个里面啊，燃气喷出被点燃之后，一开始的方式还是相当传统的爆燃，但是随着火焰和燃气一并以极高的能量往后面进发呢，在某一时刻爆燃就能够转变为爆轰了。于是，在冲出喷口后，就带来了更多的推力。这样的发动机呢，叫做脉冲爆震发动机。虽然听上去好像比普通发动机要来得高级多了，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脉冲这两个字上。因为每一次点燃之后，都需要等待这一次的燃烧从爆燃演化到爆轰，再等着这些高能废气全部从管子里面喷出去之后，才能开启下一次的循环。所以它所能提供的推力呢，并不是连续的。而且其实在此过程中的浪费也不少啊，效率说实话是没有提高太多的。同时，它还有第二个硬伤，虽然结构简单，但是也很占用空间啊。长管子是它的刚需，你必须要为它找出一个放得下它的地方才行嘛。硬生生的将其伸到外面去，像什么话呢？所以你看啊，不连续要长度，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手段呢？当然有啊！工程师那么聪明，一想，我把笔直的跑道给你头尾连在一起，掰成环形，不就等于是长度无限了吗？然后我为这个环形的跑道准备一个环形的排气口，不就能让爆轰之后产生的废气沿着垂直于我燃烧的路径排出去了吗？不影响我一直燃一直绕圈圈了呀 ！Perfect。所以咱们来看看模型啊。在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底部呢，是有这样一圈的喷口的，它们会依次喷出燃料与氧化剂的混合燃气，并在一开始点燃之后呢，沿着这条跑道转起来。与此同时啊，将废气连续的从尾部的喷口喷出去，制造出比普通发动机要大得多的推力，简直结构简单，原理清晰啊！但就是怎么也造不出来，直到最近。是的啊，其实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原理呢，早在上个世纪人们就知道了，甚至在 NASA 设计和试验他们用在土星5号上面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 F1 发动机时呢，还意外引发了旋转爆震的现象。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呢，是想尽了办法想要避免，而如今呢，则是想尽了办法要利用啊。其实之前造不出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材料、工艺和计算机仿真都是不行的嘛。你以为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以超音速稳定的跑起来很简单吗？完全不是啊，它超难，每一个节点都相当的重要。要不是现在有了强大的计算机仿真，很多它在里面发生的事情呢，人们都是搞不清楚的。比方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一个火苗子，有的时候呢又是2个、3个？为什么有的时候这2个火苗子能够相安无事、间隔稳定的在一起跑，而有的时候又是你追我赶碰到一起就变得不稳定了呢？总之啊，不断的用模拟来试错，总是好过不断的将真的发动机给炸飞吧。另外，材料也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说了啊，爆轰的能量极其之高，普通的材料是完全 hold 不住的。NASA 之前刚刚连续试验成功的旋转爆震发动机呢，用的就是一种全新开发的铜基合金，并且还使用了 3D 打印才能够加工成功。为什么要用 3D 打印呢？咱们来细看一下这些燃气喷嘴的构造啊。取一个出来，喷嘴里面的泡面是这个样子。有熟悉它的朋友吗？好，咱们放大了一下看看啊，你看这个上面呢，就是这个喷嘴的出口了，里面一左一右分别有2根输气管，它们会分别将燃料和氧化剂注入到燃烧室里面，它们的造型是不是有点挺特殊的呢？懂的朋友肯定已经知道了，它们叫做特斯拉流体二极管，或者我们更熟悉的是特斯拉阀。它这样的特殊造型呢，有助于让流体单向流动，而不使用任何的移动部件。在这个旋转爆震发动机里面，由于火焰的移动速度极快，燃气的喷口呢就需要在几毫秒内实现开闭的动作，并且还要在此过程中抵抗废气往里面倒灌嘛。常规带有活动部件的单向阀是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极端的要求的，只有上特斯拉阀了嘛。但是这样的特斯拉阀传统要怎么去加工呢？去车、去铸、去切削，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嘛。而 3D 打印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吧。对了，如果你对特斯拉阀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可以去看看我早期拍的一个视频啊，或者可以积极的给我留言啊，我可以送你们几根这样的特斯拉吸管了。正好夏天就快要到了啊，用它来喝饮料，你就能够亲自感受一下这2端它的吸力是不是一致的，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模型发动机啊。你注意到它的喷嘴的形状了吗？它采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型拉瓦尔喷嘴，而是一个气间喷嘴。当然，由于旋转爆震发动机需要一个环形的燃烧室，套在中央的气间喷嘴呢，就很自然的成为了它的最匹配的喷嘴形式了嘛。而且气间喷嘴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在更大的高度范围内更加有效的工作。
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发动机为了让它最有效的工作我们是希望喷嘴出口处的排气压力正好就等于外部的大气压力的。如果外部大气压力高于排气口处的压力呢，发动机就会在过度膨胀的状态下运行，此时喷出的气流会与喷嘴分离，造成能量损失。而如果外部的压力低于排气口处的压力呢，则发动机会在欠膨胀的状态下运行，此时的喷出气体会马上向外膨胀，也将导致能量的损失。但想要实现这样的平衡，我们就必须要随着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外部环境来随时改变喷嘴的形状才行。战斗机的喷口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小嘛。但是火箭发动机的喷口怎么操作呢？太复杂了。但是你反过来看气间式的喷嘴呢，它的确是有点像是把传统的喷嘴整个从里到外给翻出来用啊。在海拔较低、外部气压较高的时候呢，排气被压缩到气嘴上，而气嘴呢则可以重新将这些排气定向为笔直的向下，没有分离，就没有额外的损耗。而在海拔较高、外部气压较低时呢，则排气会相应的膨胀，压缩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依然会沿着气嘴笔直而下，还是没有带来损失啊。整体的适应性就更强了，的确是旋转爆震发动机的绝配啊。当然原理搞懂离实际应用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想要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面稳定的燃烧，还是有很多的研究要去做的。只能说离它去改变我们的传统太空探索方式呢，也许已经不久了。现在向我们疾驰而来的是一列高铁，不是一架飞机。给你看一张撞脸照啊，左边和右边呢是不同的火车，虽然长得实在是很像啊。左边的呢是1964年首次运行的日本新干线0系列子弹头列车，速度高达210公里每小时。而右边的之所以是张黑白照片，那是因为时间得要往前推上30多年了。1931年首次将人类的陆地极速提高到230.2公里每小时的轨道齐柏林列车了，所以你大概就知道是谁在抄谁的作业了吧？但是它明显是抄的不好嘛，多发展了30多年，速度还给抄回去了一点。这里面当然是有玄机的啊，因为有一样东西它是实在抄不了，也是不能抄的，那就是轨道齐柏林的驱动方式了。你看，螺旋桨。对的啊，轨道齐柏林呢是一辆将飞机的发动机装在火车上，靠空气来推动的高速列车了。它的屁股呢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你不仔细看呢，还真的以为是飞机啊。从13开始呢，就陆陆续续有一些工程师萌发了将飞机上的发动机与螺旋桨搬到轨道上的想法了。其实这也不奇怪嘛，飞机刚刚诞生不久，是又新又快啊。如果能沾点它的光的话，是不是啥都能够快得起来呢？这其中呢，就有后来成为了德国高铁先驱的弗朗茨·弗里德里希·克鲁肯贝格。但其实他一开始的想法呢，并不是在地上的轨道上，而是空中的轨道。由于有过大量的飞艇设计经验他想象当中的螺旋桨列车应该是个拥有跟齐柏林飞艇一样带有漂亮的流线型外观，然后悬挂在一条架空的轨道上运行的。只不过呢，甲方爸爸显然是不愿意为此掏钱的你要是做个游乐项目呢，倒也罢了，但是要将这些空中轨道架满整个德国，抱歉，咱们还没有那个财力啊。德国交通部和德国国家铁路公司呢，都把头摇的是既坚定又猛烈啊。那怎么办呢？保留齐柏林飞艇的流线，去掉挂空中的执念呗。于是轨道齐柏林诞生了。它不仅将飞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搬了下来，还把轻质的铝首次装在了火车的四周，使这列长约26米、能够载客40余人的火车仅重20吨。的确它是越轻越好啊。你看我的这个模型如果把电池盒拿在手上呢，它的速度是这个样子的，而一旦将电池盒的重量加上去，它就一下子慢了许多。考虑到这是一个等比例的缩小模型，所以真实的轨道齐柏林上，哪怕你站在那儿看到的螺旋桨特别的巨大，它其实相对于整列火车来说呢，还是很小很小的。能够将它推到230的时速已经很要命了当然人家的发动机好嘛，一开始用的是2台宝马4 6缸发动机串联在一起工作的，后来升级成了直接用一个12缸的宝马6发动机作为心脏，那可都是战机专属的动力自然是杠杠的啦。而我这个模型上面的呢，是一个8520的小空心杯电机，自然没法升级气缸数了。那我多串联2节电池，从2枚变成4枚，看看有没有效果呢？
哎，好像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我看参数栏上写的是3伏电压时，它的转速是35000，到了5伏就能增加到5万转了，提高了大约40%。所以速度提升有40%吗？我这就懒得算了啊，相信感觉吧，是有的。为了让轨道齐柏林不至于被风给吹来真的飞起来，它的螺旋桨呢其实并不是水平放置的啊，而是稍稍向上偏转了7度，从而获得了一定的下压力。螺旋桨一开始呢是这样的，有4个叶片，后来改为了2个，加速性能降低，但是却获得了更高的速度表现。所以到底用哪个，就看你想要的是啥了。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啊，好像4个叶片和2个叶片在我的这个模型上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哎呀，因为这个轨道实在是有点太短了嘛。好，既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出了不比今天的高铁低多少的成绩，那为什么它并没有继续往下发展呢？原因还不明显吗？现在你去站台坐个火车，都会不断听到各式各样的提醒啊。大意就是不要靠近站台的边缘，不要在站台上追逐打闹，要小心进站的列车等等等等。安全确实是列车运行的大事啊。那你能够想象，如果把今天的高铁都换成是这个样子的，屁股后面带一个直径2.8米的巨大螺旋桨，在旋转着进站时，车站工作人员的神经会紧绷成什么样子吗？咱别说靠近了，即使远一些，也很容易被螺旋桨卷起来的灰尘、碎石块、垃圾等等砸得鼻青脸肿嘛，完全就没有安全可言呐，谁敢用它呢？当然，除了安全，它还有别的一些致命的缺陷。比如它只能单独一节使用，无法编队，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另外一辆列车挂在别人的大螺旋桨后面嘛。而无法编队呢，就意味着铁路公司是没有办法针对不同的旅客量或者是不同的货运量进行调整的，缺乏了灵活性嘛。另外，由于那个时候的螺旋桨还是固定不能调整桨距的，就跟我用 3D 打印出来的螺旋桨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去前进，没有辅助工具呢，自己是倒不了车的，操作起来就很麻烦了。还有嘛，它也转不了弯，至少是转不了半径小一点的弯，也只能是靠转盘等辅助设施才行的，进一步提高了运营的复杂程度。最后它还一点坡都爬不上去嘛。虽然火车本来就不是爬坡高手，但是别的火车勉强还是能够上一点的，但是它嘛是一点不行的啊。因为当你想要获得更大的动力，对它而言呢，就是更大的推力的时候，就需要让它的螺旋桨转得更快一些。但是一旦螺旋桨的速度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呢，它就开始失效了。即使再转得快呢，也是无法换来更大的推力的，那就相当尴尬啊。只见螺旋桨不停地呼呼地转，列车却依然纹丝不动，你还要它干嘛呢？算了，咱还是研究柴电动力的火车吧。弗朗茨呢，终于是走上了正道了啊！在换掉轨道齐柏林的螺旋桨之后呢，他终于为德国人带来了真正的高铁雏形 SVT 137-155。那么那列轨道齐柏林去哪儿了呢？他去当炮灰了。他被拆除后重新回炉，变成了投入2战的飞机大炮的原材料了。有点唏嘘啊。最后我再来说说我做的这一辆轨道齐柏林模型了。显然它还相当的粗糙。这个版本呢，我只是想看看它能不能像我想象的那样开动起来而已。其实一开始我都觉得大概率我这次又要翻车了，因为这次打印的车身呢特别的大，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塞下这样一个电机以及螺旋桨嘛。但是我又没有刻意去做减重的设计，于是出来的质量呢就是相当重的。我就很担心这么小的一个电机，在驱动一个我自己设计的不那么科学的螺旋桨，到底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推力让它给动起来呢？结果还好，虽然不是很快，但是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毕竟你看这些打印出来的零件，还有用激光切割的木板，它们本来就不是很光滑嘛，自然就会造成很大的摩擦力。说实话，能够动得起来，我已经是喜出望外了啊！下一步，我想把它的供电模式呢，从有线的这样的电池盒呢，改为通过轨道来供电。因为我正好有这样的导电胶带嘛，可以将它贴在轨道上面，一根连上正极，一根连上负极，然后用滑片再将电传输到电机上面，就有点像是咱们高铁的取电方式了。这样既好看，还无线，也省去了电池盒的重量，跑起来应该会更快的。希望我能够成功吧。另外 3D 打印文件和激光切割文件我可以分享给你，留言给我，咱们一起来玩起来啊。